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大陆富家女和台湾相亲男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个爱情故事，更是揭示了两岸在婚恋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。说起来，我们做红娘这一行，最有意思的就是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和故事。我记得去年夏天，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位女孩子给我，叫林小雅，是南京一家大型企业的老总千金，家里条件不用多说，那叫一个优渥。小雅从小到大都是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，从幼儿园到大学，全都是名校毕业。她长得漂漂亮亮，高挑的身材，白皙的皮肤，一看就是被保护得很好的大家闺秀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小雅的眼光也高得吓人。相亲这么多年，她几乎没看上过任何一个男生。丽姐，我的条件真的不过分。小雅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这样跟我强调，我只是希望对方家里有车有房，最好房子大一点，至少要500平以上吧，而且最好是市中心的房子，这样出行也方便。我当时就愣住了，500平是什么概念？在大陆，一平大约是 3.3 平方米，500平就是1600多平方米，这哪是房子啊，这简直就是城堡了好吗？即使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，能有这么大房子的人家也是凤毛麟角。小雅啊，你这个要求有点难度哦。我委婉地告诉她，现在年轻人都是自己奋斗买房，能有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已经很不错了。不行，丽姐，我从小住的就是大房子，我无法想象住在小房子里是什么感觉。小雅摇摇头，一脸坚决，而且我爸说了，嫁人不能降低生活品质，我的标准绝对不能降。这就是现在部分大陆富家女的想法。她们从小锦衣玉食，被父母保护得很好，对物质条件的要求自然也就高，这也不能全怪她们，毕竟环境造就人嘛。但是这样的要求确实让我这个红娘很为难。就在我觉得小雅的相亲之路堪忧的时候，一个机会来了。我有个台湾朋友介绍了一位台湾青年，叫做陈俊杰，是台北人，家里开了一家中型科技公司，生意做得还挺不错的。俊杰在大陆有业务，经常两边跑。这次来南京出差，朋友就介绍他来找我，说想认识一下大陆的女孩子。俊杰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，身高1.8米左右，长相帅气，谈吐得体，而且很有礼貌。他跟我说他今年32岁，大学毕业后就进了家里的公司帮忙，现在已经是公司的副总了。丽姐，我的条件很简单。俊杰微笑着对我说，只要是真心相爱，能互相理解尊重的，其他都好说。当然，我希望他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，不是那种只会花钱的千金小姐。哇，这话说得我心里一亮。这年头能有这种想法的男生可不多见，大陆很多优秀的男生都希望找一个温柔贤惠、能照顾家庭的女生，而俊杰却希望对方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，这种思想很先进啊。不过想到小雅的要求，我心里有点犯难。俊杰虽然条件不错，但是他有没有500平的大房子呢？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苛刻了。但是转念一想，试试也无妨，反正相亲就是互相了解的过程，又不是一定要成。于是我就安排了小雅和俊杰的见面。说实话，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，就当是碰运气吧。见面那天，小雅穿了一身名牌，手上的包包据说要好几万，一看就是富家女的派头。俊杰则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深色休闲裤，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利落，虽然没有那么光鲜亮丽，但是气质很好。两个人一见面，我就觉得氛围不太对劲。小雅上下打量了俊杰一番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审视和怀疑。而俊杰虽然礼貌地微笑着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也有点不自在。你好，我是林小雅。小雅伸出手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高傲。你好，我是陈俊杰，叫我俊杰就好。俊杰握了握小雅的手，温和地说道。双方落座后，小雅开始了她惯常的调查。俊杰，听说你是台湾人？小雅问道。是的，我是台北人。俊杰点点头。那你在台北有房子吗？多大啊？小雅直截了当地问。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，完了，这姑娘一上来就问人家房子，这也太直接了吧。我赶紧想打圆场，但是俊杰却很平静地回答了
有啊，是爷爷留下来的老房子，不太大，大概70平左右吧。俊杰说道。70平，小雅皱了皱眉，那才200多平米啊，在台北算大吗？在台北市区能有70平的房子已经算不错了。俊杰解释道，台北寸土寸金，大部分年轻人都买不起房，只能租房住。我们家这个房子是祖传的，位置很好，在信义区附近。小雅听了，脸上明显露出了失望的表情。我心里叹了口气，看来这次相亲又要泡汤了。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虽然小雅对俊杰的房子大小有些失望，但是她并没有立刻表现出要结束相亲的意思。或许是因为俊杰确实长得挺帅的，又或者是因为他对台湾有些好奇，小雅决定继续了解一下俊杰。那你们家在台北做什么生意啊？小雅又问道。我们家做科技产品的研发和销售，主要是一些电子元件和智能设备。俊杰解释道，虽然不是什么大企业，但是在行业内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。哦，那应该还不错吧？小雅点点头，但显然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情况。你平时住在哪里？有车吗？天哪，这姑娘真是太直接了，我在一旁都替她感到尴尬。但是俊杰依然很有耐心地回答，平时我住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，离家比较近，车倒是有一辆，不过在台北其实很少开车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坐捷运或者骑车，交通很方便。骑车？小雅瞪大了眼睛，你是说自行车吗？那多累啊！还好啦，台北的自行车道修得很好，而且环保又健康。俊杰笑了笑，你有来过台湾吗？没有呢，只是听说台湾比较穷，生活条件不如大陆好。小雅直言不讳地说。哎呀妈呀，这话一出口，我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，这也太直白了吧！我赶紧想打圆场，但俊杰的反应却出乎我的意料，他没有生气，而是轻轻笑了笑，说道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生活方式，如果你有机会来台湾玩，或许会有不同的感受。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是生活品质其实挺高的。俊杰的这种包容和大度让我对他的印象更好了。换做其他人，听到这种话可能早就翻脸走人了。但他不仅没有生气，还耐心地解释，这种气度确实不一般。接下来的交谈中，小雅问了俊杰很多关于台湾的问题，从工作到生活，从房价到消费水平，俊杰都很耐心地一一解答，并且不时反问小雅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。慢慢的，我发现小雅脸上的高傲神情有所缓和，她开始谈起自己的工作和兴趣。原来小雅虽然是富家女，但她并不是那种整天无所事事的千金小姐。她在一家设计公司当创意总监，工作能力很强，只是在婚恋观念上比较传统，认为男方一定要比自己条件好才行。聊着聊着，气氛竟然变得融洽起来。我在一旁暗暗松了口气，看来这次相亲虽然开头不顺，但至少没有立刻崩盘。吃完饭后，本以为这次相亲就这样结束了，没想到俊杰突然提议，下个月我公司在台北有个产品发布会，如果小雅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台湾玩几天，我可以带你四处转转，看看真实的台湾是什么样子的。小雅一听到可以去台湾玩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一直想去台湾看看呢。就这样，这次相亲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了。虽然小雅对俊杰的物质条件不太满意，但是对于能去台湾旅游这件事却很期待。1个月后，小雅真的去了台湾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她回来后给我打电话时，语气里充满了兴奋和惊讶。丽姐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台湾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小雅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，台北的街道那么整洁，到处都是绿化，空气好得不得了。而且大家生活节奏不紧不慢，质量特别高。是吗？那你觉得台北怎么样？我好奇地问道。台北真的太棒了，虽然城市不大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啊。夜市、故宫、101大楼，还有那个什么九份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。最重要的是，大家生活的好从容啊，完全不像我们这边那么浮躁。那俊杰呢？他有没有带你去他家看看？我试探性地问道。去了，就是他的重点。小雅的声音突然提高了8度。丽姐，你绝对想不到，他那个70平的房子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是装修的特别精致，
而且位置超好的，就在信义区附近，走路就能到台北101。你知道那一片的房价有多贵吗？比南京市中心贵多了。是吗？那看来台湾的房价也不低呀，我说道。不仅如此，俊杰还带我去了他们家的工厂和公司。天哪，他们家的公司虽然不大，但是技术特别先进，做的都是高精尖的东西，利润高得吓人。而且他们家在台北近郊还有一栋别墅，虽然也就100多平，但是依山傍水，环境好得不得了。我明白了，小雅这是对俊杰刮目相看了啊。他之前可能对台湾有些刻板印象，认为台湾不如大陆发达，现在亲眼所见，才知道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是生活品质和经济水平一点也不差。最让我震惊的是，俊杰他们家虽然条件很好，但是生活方式特别朴素。他爸爸开的是一辆10年前的老车，他妈妈每天早上还会去菜市场买菜，家里请的阿姨也是照顾了他们家20多年的老人了，全家人的关系特别和谐。小雅继续说道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俊杰虽然是家里独子，但是他从大学开始就做兼职，工作后也是从基层做起，一点都没有仗着是老板儿子而摆架子。他们家做生意特别实在，信誉在业内特别好，所以长期合作的客户特别多。听着小雅滔滔不绝地讲述她在台湾的见闻，我心里暗暗感慨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眼见为实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的印象，往往来源于道听途说，而不是真实的了解。丽姐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俊杰虽然不像我之前相亲的那些男生，动不动就说家里有多少套房子，开什么豪车，但是他家的底蕴和实力一点也不差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家的生活态度特别好，不铺张浪费，不攀比虚荣，而是把钱花在刀刃上。小雅感叹道，那你对俊杰本人有什么新的认识吗？我继续问道。俊杰真的是个很有内涵的人，这几天他带我玩遍了台北的各个角落，不仅对每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都很了解，而且处处为我着想，细心又体贴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他从来不会因为我是大陆人而有任何偏见，反而很尊重我们之间的差异，经常和我分享两岸的不同之处，让我学到了很多。听起来你对他很有好感啊，我笑着问道。是啊，我现在才发现我之前的择偶标准真的太肤浅了。房子大小、车子品牌这些东西固然重要，但是一个人的内涵、价值观、生活态度才是真正重要的。小雅的语气变得认真起来。俊杰虽然不符合我之前设定的那些物质条件，但是他的整体素质和家庭背景绝对是一流的。最关键的是，和他在一起特别舒服，不需要刻意伪装自己，可以畅所欲言。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？我好奇地问道。俊杰下个月会再来南京出差，到时候他说要见见我父母。小雅的声音里透着期待。丽姐，说实话，我有点紧张。我爸妈一直希望我找个条件好的大陆男生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俊杰是台湾人这个事实。你别担心，俊杰这么优秀，你父母见了一定会喜欢的。我安慰他道。而且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，跨海恋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你父母应该会理解的，希望如此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台湾人的择偶观和我们真的不太一样。小雅感叹道。俊杰说在台湾，很多人结婚前都是租房住，能有自己的房子已经很不错了，哪像我们这边，不买房根本结不了婚。是啊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我赞同地说，台湾的房价也很高，但是他们更注重生活品质和个人发展，而不是纠结于房子的大小。对啊，俊杰告诉我，在台湾，很多年轻人宁愿住小一点的房子，也要住在捷运站附近，方便上下班。而且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旅游、学习和提升生活品质上，而不是一味追求大房子。小雅继续说道，这次去台湾，我才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。那你现在怎么看待自己之前提出的房子至少要500平的要求？我忍不住问道。小雅笑了笑，有些不好意思，现在想想真是太幼稚了。500平，那得多大啊？在台北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房子，除非是郊区的别墅。而且住那么大的房子有什么用？打扫起来多累啊！俊杰家的70平公寓，装修的精致舒适，位置又好，
比我家的大房子舒服多了。看来这次台湾之行真的让你受益匪浅啊。我笑着说，是啊，我现在才明白，生活品质不是用房子大小来衡量的，而是整体的生活体验和幸福感。小雅感慨道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是交通便利，环境优美，饮食文化丰富，人们的素质也很高，生活起来特别舒适。而我们这边虽然发展快，城市大，但是很多地方还比较粗糙，生活体验不如台湾那么精致。听着小雅的感悟，我不禁想起这些年来我接触过的两岸婚恋案例。确实，大陆和台湾在婚恋观念上有很大差异。大陆这边，特别是一线城市，年轻人结婚前必须要有房有车，甚至有的女孩还会看重彩礼、首饰等物质条件。而台湾那边虽然也希望有稳定的经济基础，但更注重两个人的契合度和未来的共同发展。1个月后，俊杰如约来到南京，见了小雅的父母。让小雅意外的是，他爸妈对俊杰的印象出奇的好。丽姐，你猜怎么着？我爸妈超喜欢俊杰的。小雅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，一开始他们确实有些顾虑，担心我嫁到台湾会不习惯，但是和俊杰聊了几个小时后，他们就完全改变了看法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我由衷的为他高兴。我爸说俊杰特别有涵养，说话做事很稳重，一看就是有家教的人。我妈更是直接说，这孩子比我之前相亲的那些大陆男生强多了，不仅有学识，还特别尊重长辈。小雅笑着说，最关键的是，俊杰给我爸妈带了很多台湾的特产，还专门了解了我爸妈的兴趣爱好。话题一点都不尬，我爸喜欢收藏茶具，俊杰就给他带了一套台湾高山茶和精美的茶具。我妈喜欢面膜，他就带了一大堆台湾的护肤品。这些小细节真的很暖心，这说明俊杰很用心啊。我笑着说道，是啊，而且俊杰跟我爸聊生意经的时候，我爸都惊呆了，说俊杰虽然年轻，但是见解很独到，思路也很清晰。最后，我爸竟然主动提出要和俊杰家的公司合作，说这样的公司做生意特别靠谱。听着小雅滔滔不绝地讲述俊杰如何征服了他的父母，我心里越来越确定，这两个人很有可能走到一起。果然，半年后，小雅和俊杰订婚了。订婚宴在南京举行，俊杰的父母专程从台北赶来参加。让我惊讶的是，两家人相处得特别融洽，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文化差异。婚礼前，小雅来找我，说要感谢我的红娘之意。丽姐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俊杰，更不会有机会了解真实的台湾。小雅真诚地说道，这半年来，我和俊杰两地跑，越来越了解他，也越来越明白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那你们结婚后打算住在哪里呢？我好奇地问道。我们决定先在台北住1年，然后再回南京住1年，这样两边都能照顾到。小雅解释道，俊杰的公司在台北和南京都有分部，我的工作也可以远程处理，所以还挺方便的。那房子的问题呢？我忍不住问道，毕竟小雅当初对房子的要求那么高。小雅笑了笑，说道，我们决定在台北住俊杰的那套公寓，虽然只有70平，但是位置好，而且我已经很喜欢那里了。至于在南京，我爸妈给我准备的那套大房子太大了，我和俊杰商量后觉得不太实用，所以我们打算自己买一套小一点的，100平左右就够了，最好是在地铁站附近，这样出行方便。听到小雅的这番话，我不禁感叹，她真的成长了很多，从当初坚持要500平大房子的富家女，到现在愿意住在70平的公寓里。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择偶观念的改变，更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升华。俊杰让我明白，房子不是用来炫耀的，而是用来住的，住得舒适、便利才是最重要的。小雅继续说道，而且我现在才发现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志同道合，相互理解和支持。俊杰尊重我的工作和兴趣，从不干涉我的决定，这种尊重和信任比任何物质条件都重要。听着小雅的感悟，我心里满是欣慰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最高兴的莫过于看到自己介绍的有情人不仅走到了一起，还在恋爱过程中变得更加成熟和明智。婚礼那天，我作为证婚人，见证了小雅和俊杰的幸福时刻。婚礼上，小雅穿着简约大方的婚纱，而不是她以前喜欢的那种奢华风格。
俊杰则一身得体的西装，举止温文尔雅，两个人站在一起，看起来是那么的登对。婚礼结束后，小雅特地拉着我的手，说道：“丽姐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还被自己那些肤浅的择偶标准束缚着，错过像俊杰这样优秀的人。现在我才明白，爱情不是用房子大小、车子品牌来衡量的，而是两个人在一起的那种舒适感和归属感。”听着小雅的感谢，我笑着说：“不用谢我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我只是搭了个桥，让你们有机会相遇而已。能走到一起，是因为你们彼此欣赏和理解。”看着幸福的新人，我不禁感慨，两岸虽有差异，但爱情无国界。小雅和俊杰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，更是一个打破刻板印象、消除文化隔阂的例子。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只要相互理解、包容差异，两岸年轻人完全可以建立美满的婚姻。而小雅从最初的房子至少要500平，到最后甘愿住在70平的公寓里，这种转变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大的房子、多豪华的车子，而在于找到一个能与自己心灵相通、价值观相似的伴侣，一起经营温馨的家庭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小雅和俊杰的经历能给正在寻找另一半的你一些启发。记住，爱情不是一场交易，不要被表面的物质条件所迷惑，真正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时的那种契合感和幸福感。我是丽姐，下期再见。